欢迎回到2008，又想吃炸鸡了，精选鸡腿肉，冻了2年的鸡腿肉，无所谓了，反正自己吃。把这些油都去掉，抓洗、冲洗，吸一下水分。鸡胸肉太厚了啊，跟我的胸一样饱满，风匀，片成薄片馅，切薄了之后切成条，食指粗细。鸡腿先切条，再改丁啊。分别介绍2种腌制配方，一种是比较复杂一点的，蚝油、米酒、蛋清，搅。鸡胸肉的就简单一点啊，放比较多的蒜水进去，让它变得更猪稀，更多水对吧？通过搅打吸收到肉当中去。又香又像的，那个鱼咻一下就吸进去。搅完之后，你看没水了吧？起胶起黏的感觉，倒一点点香油，封一下鸡胸肉。2 hours later， 接下来我裹粉，裹这个粉要用到粗颗粒的地瓜粉，源自宝岛台湾。我之前在视频里面说宝岛台湾，在 YouTube 被人狂骂，说那是我们的宝岛，跟那个猪。我就要说我们的宝岛台湾怎么啦？腌好的鸡肉倒进来，快速的搅拌它一下，裹满裹匀，表面它是有这种颗粒的。鸡柳也可以用这个来裹，稍微的转一转，扭一扭，它就裹好了，是不是？我等你说话，你不回我，搞得我一点回应都没有。难道我在等粉丝们回复吗？盐酥鸡的料裹的，玉米淀粉也是可以用来裹的啊，面包糠一样的。油炸的话就比较简单了，用这种小型家用电炸炉。我靠，这也太费油了吧？还这么多油吗？这个就够了，还多了呢，感觉。9层塔，这个在台湾地区用的特别多，三杯鸡啊都会用到这个，有极其特殊的香味。趁着油温比较低的时候，120、30度吧，丢进去炸一下，炸个2分钟就行了。鸡肉裹上地瓜粉之后，要放在静置一会儿，水分吸一吸地瓜粉的这颗粒，粘得更紧一点。180度下鸡块，贴到这个叶面往下放，看到吗？你离得越高越危险。这就是盐酥鸡的典型特征，表面有这种颗粒凸起，炸2、3分钟就可以了。怎么样，兄弟们？炸盐酥鸡有个细节，每炸完一次都要把里面的残渣捞掉，在里面越炸越黑，越炸越黑，它就会焦苦，整锅油都坏掉。油温220，复炸一次，炸到金黄啊，赶快把它捞出。哦，烫死我了！放上一点罗勒叶做点缀，炸点鸡柳吧，2块钱1两，21斤，定价合不合理？很合理。这有多少了？250了。普通玉米淀粉、面包糠、粗颗粒的地瓜粉3种，这2个卖相会更好看。但是呢，这个巨油，面包糠它本身就是吸油的。甘梅，我最喜欢的口味啊！欢迎回到2008，感觉自己一下就像是回到了小时候。我为什么说08年？因为08年我记忆很深刻。08年在我们高考的最后一次模拟考试，数学考试，我考着我就头特别晕，感觉那个楼在晃，特别不舒服。我的一个同学叫榨菜，晚上是回家的，不在学校吃晚饭。他在回家吃完饭之后回来跟我说汶川地震了。开始我们还觉得很严重，后面开始几天特别多的报道，那个报纸，我们晚自习有时看报纸，一边看报纸一边掉眼泪，每天都掉眼泪。然后08年好像高考了嘛，考得也不太好。后来还有奥运会，奥运会看得好爽啊！我看林丹的比赛，爆杀全场。然后我就去上大学去了，一进大学就被骗了200块。有一个冒充学长的人跑过来说我们在学校上网，需要办上网卡。我们寝室的人就说好吧，办一张吧，每个人花了200块钱。结果其实上网也不需要上网卡，一进大学就像进了新社会，教做人的感觉。今年我已经35岁了，我不知道我看我的视频有多少人已经35岁，还记得08年的时候吗？